不知不覺，2022年已經過去咗3/4啦。從年初郵輪公司嘅步步為營、小心復航，到10月開始嘅全面開放，感覺咧就好似眨下眼咁快啊！一部分嘅朋友咧喺完全接種晒疫苗之後，已經迫不及待重新投入郵輪旅遊嘅懷抱啦。但係咧，亦都有相當一部分人係仲未開始疫情之後嘅第一遊喎。如果你今年仲未去返 cruise，但係又躍躍欲試，計劃明年去嘅，咁 Chloe 咧就認真推薦你一個地方啦。佢係郵輪界裏面嘅寵兒，每年咧都有成千上萬嘅人專門飛過嚟咧，為咗一睹呢一條線路嘅風采。佢嘅航線別具一格，所見所聞所玩嘅嘢咧就淨係得佢有嘅啫。而且喺疫情復航之後啊，呢一度咧係會係90%郵輪乘客嘅首選，佢就係阿拉斯加啦。阿拉斯加咧係北美洲西海岸最獨特嘅一條航線，因為咧地理位置同埋氣候原因啊，每年咧就只有4月到9月呢一個時間先至會有郵輪行呢一度嘅啫。阿拉斯加最出名嘅當然就係冰川啦，因為呢一度嘅冰川旅遊觀光咧有別於其他地方，佢冇第二個方法可以嚟睇，除咗飛機咧就係只有郵輪啦。所以每年一開季啊，就會有從世界各地慕名而嚟嘅遊客爭住坐郵輪欣賞呢一個世界自然遺產。除咗連綿一片嘅冰川奇景之外咧，阿拉斯加豐富嘅野生動物亦都係為人津津樂道嘅。無論係100%可以睇到嘅鯨魚群，或者係洄游嘅三文魚，亦或者係唔經意可以偶遇到嘅海獅、海豹、海豚，各種可愛嘅、威武嘅、趣怪嘅動物咧，都為呢一個行程啊增色不少㗎。咁具體阿拉斯加有咩好玩、好睇又好食嘅嘢呢？等 Chloe 嚟同你盤點下啦。Juneau 作為阿拉斯加嘅首府咧，係目前美國唯一一個冇任何公路同外界相連嘅州府。呢一度嘅一切運輸咧都係依託飛機同埋郵輪。嚟到 Juneau啊，除咗可以欣賞到當地特色嘅木屋建築，你一定唔可以錯過 Juneau 地區最具代表性嘅門登霍爾冰川啦。Mendenhall Glacier 係阿拉斯加目前陸地上最方便到達，而且徒步探索設施最完善嘅冰川。Mendenhall 係18世紀中期嘅小冰川遺跡，係典型嘅後退冰川，每年約後退27公尺，可以睇到處於自然狀態嘅冰積層，夾雜住長期埋沒嘅森林殘跡。Mendenhall 前面嘅湖咧係由於冰川退縮後而形成嘅，隔住冰川嘅另一側山體之外，冰川融水咧變成一道瀑布噴湧而下，營造出一個小範圍內共存唔同視覺效果嘅奇觀。由於阿拉斯加原始嘅生態環境，喺 Juneau 徒步欣賞冰川之餘，仲有機會遇到各種野生動物。喺山谷間咧有機會見到黑熊、豪豬、松鼠等哺乳類動物。喺險峻嘅懸崖咧，就仲有機會見到野生山羊嘅身影添。有條件嘅朋友仔仲可以選擇坐直升飛機喺 Juneau 上空俯瞰冰川嘅全景。另外，除咗睇冰川之外咧，嚟到 Juneau絕對咧唔可以錯過睇鯨魚啦。經驗老道嘅船長會帶我哋去到風浪唔大嘅海域，觀賞鯨魚群喺海中暢遊，展示佢哋巨大嘅尾巴。好彩嘅話咧，你仲會見到鯨魚浮出水面，呼吸噴水嘅壯觀景象添啊！阿拉斯加除咗睇獨特嘅冰川景色之外，其實咧喺呢度啊仲充滿住美國奇幻色彩嘅淘金歷史嘅。Skagway 咧位於美加邊境，係上個世紀著名嘅淘金勝地，曾經喺1880年掀起淘金熱潮。當時啊有唔少滿懷夢想同埋熱血嘅冒險家咧嚟到呢一度開礦掘地，企圖通過發現呢一種寶貴嘅資源咧實現自己嘅財富夢。Skagway 嘅建築充滿咗北美嘅西部牛仔風。以前咧遺留落嚟嘅淘金礦洞，而家咧你依然可以喺專業設備嘅保護之下，落到礦洞裏面體驗探險家尋寶嘅樂趣。喺 Skagway 呢一度嘅寶藏咧，唔單止有黃金，仲有佢作為邊陲小鎮嘅獨特魅力。最出名嘅有靠近 White Pass 港口嘅陸空鐵路。
乘坐喺淘金時期開發嘅舊式北美窄軌小火車，以 Skagway 咧作為起點同埋終點，沿途可以領略阿拉斯加從山腳嘅綠草茵茵到沿途嘅河流湖泊，以及綿延嘅雪山，不知不覺就進入咗加拿大境內嘅育空地區啦。小火車嘅行程咧，體驗分為3個鐘同埋5個鐘兩種。3個鐘嘅行程咧，就係從山腳到山頂之後就翻到 Skagway。如果時間充裕嘅話咧，你就可以選擇5個鐘嘅小火車體驗。5個鐘嘅體驗將會繞過山脈，到達山嘅另一邊，從育空區域跨國進入加拿大國境，坐喺8連列車上面，一次飽覽美加邊境嘅眾多自然風光，重溫北美淘金之旅。講完玩咧，就梗係要講下美食啦。講到阿拉斯加嘅美食，你第一時間咧係咪會聯想到長腳蟹同埋三文魚呢？當郵輪航行到 Ketchikan 嘅時候，你就一定要落船試下啱啱從海裏面打撈上嚟嘅超新鮮嘅海鮮啦。就算只係用最簡單嘅烹飪方式，都可以食到海鮮最原始嘅鮮甜味。海鮮嘅狂熱愛好者咧就絕對唔可以錯過啦。如果食完唔夠過癮，你仲可以親自出海體驗捕撈項目，感受下親手捕撈海鮮嘅樂趣喎，仲可以攞住隻長腳蟹打卡影相，特別有滿足感啊！Ketchikan 係距離美國本土最近嘅阿拉斯加城鎮，以漁業而聲名大噪。因為每年咧三文魚都會回游到阿拉斯加，所以可以食到最新鮮嘅三文魚。Ketchikan 亦都係美國嘅降雨之都。一年365日裏面有200幾日咧都喺度落緊雨。漫步喺五顏六色小屋嘅街區，蒙蒙嘅細雨咧令到小鎮嘅景色更加別致。除咗出名嘅漁業海鮮之外，呢度仲蘊含住神秘嘅印第安文化。如果對印第安文化充滿好奇，就一定要去圖騰州立公園感受下印第安原始部落嘅文化氣息啦。阿拉斯加咧有超過10萬個冰川，佔呢個州大概4.5%嘅面積。咁大家可能就會問啦，阿拉斯加有咁多冰川，咁到底應該點樣去選擇呢？而佢哋又有啲乜嘢區別呢？對於大多數人嚟講，冰川咧係既熟悉又陌生嘅。熟悉嘅係經常會聽到呢個名詞，並且咧係同全球氣候變暖掛鈎。陌生嘅係冰川地貌其實並唔常見。只有喺比較極端嘅氣候或者係地形上面先會見到，而冰川嘅形成咧，又係經過咗千萬年反覆嘅沉澱同埋結晶，先會變成今日大家見到咁壯觀嘅景象嘅。咁嚟到阿拉斯加，如果論出行方便嘅話咧，就要數 Mendenhall Glacier 啦。從 Juneau 出發坐巴士咧就可以到達，並且咧可以喺冰川附近徒步探索。但係 Mendenhall 對比阿拉斯加眾多嘅冰川嚟講，佢只係屬於一個小型嘅後退冰川。如果想影到冰川巨大壯觀嘅一面，就要數北美最大嘅冰川 Harbour Glacier 啦。佢咧亦都係呢一個地區唯一一個活冰川，到今時今日仲喺度不斷咁樣前進緊。而且咧，由於佢快速嘅移動同埋形成，每年嘅春天雪水都會侵蝕冰川冰壩，導致經常咧會有邊緣嘅冰塊突然戲劇性咁樣斷裂脫落。如果你可以捕捉到嗰個瞬間咧，就真係不枉此行啦。另外一個出名嘅冰川觀賞點咧，就係 Glacier Bay National Park 啦。作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文化遺產嘅冰川灣國家公園，可以一次過睇晒幾個唔同嘅冰川，包括 Margaret Glacier、Grand Pacific Glacier 同埋Lamplugh Glacier。如果運氣足夠好嘅話咧，冰層敞開，仲有機會經過 John Hopkins Inlet， 可以近距離咁樣睇到 John Hopkins Glacier 添。喺郵輪季節，Glacier Bay 嘅氣溫啦，通常會去到60華氏度，大概咧就係15攝氏度。呢個時候咧就可以着翻件短袖衫，同冰川嚟翻張奇妙嘅反差合影啦。冰川之旅當中有一個冰川嘅名咧特別得意嘅 Tracy Arm Glacier。喺衛星地圖上面睇啊，佢就好似張開嘅手臂咁樣。Tracy Arm 嘅峽灣又窄又長，中間咧仲會夾雜住多個小瀑布。越靠近 Tracy Arm 嘅盡頭咧，就越可以清晰咁樣見到深藍色嘅冰山，好似通透嘅藍色玻璃咁，非常深邃神秘。由於通往 Tracy Arm 嘅峽灣咧，有可能會存在好多嘅浮冰，
咁通常大型嘅郵輪咧係到唔到 Tracy Arm 嘅。所以如果你就係想去睇 Tracy Arm 嘅話咧，book 郵輪嘅時候就要留意翻停靠點啦。講咗咁多，咁就總結下點樣快速辨識阿拉斯加著名嘅冰川啦。Mendenhall 咧就係前邊有個湖，後邊就有瀑布，而 Harbour 咧就係澎湃大氣嘅，通常咧有邊緣嘅冰塊碎裂跌落水嘅。咁如果你突然間感覺到周圍嘅氣溫回升啊，咁樣你一定係到咗 Margaret Glacier 附近啦。而 Tracy Arm 咧就好似人咁樣張開手臂嚟擁抱你啦。聽到呢度係咪覺得好心動呢？如果你未去過阿拉斯加，可能會俾佢五花繚亂嘅航線同埋各有千秋嘅船咧，搞到有選擇困難症啊！應該點樣選擇阿拉斯加嘅航線？應該幾月份去好呢？應該選邊個船公司？咁下期呢，阿拉斯加郵輪攻略咧就必須劃重點啦。首先咧，你要 click 下訂閱同埋小鈴鐺，咁就絕對唔會錯過。下期咧，我哋將會整理2023年阿拉斯加郵輪公司喺航線上面同以往有咩大嘅改變，仲會教你點樣選郵輪同埋航線。無論係你未去過阿拉斯加，準備交出你嘅第一次，定係想再次重溫阿拉斯加嘅美景，記得 mark 實我哋嘅 channel，我哋下期一齊繼續探討啦！